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CPU 的扩展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不能继续沿着这条曲线走下去。摩尔定律的免费搭车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否则贬值将会结束。我们现在将不会享受贬值，而是经历通货膨胀，计算通货膨胀。这正是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在软件方面无所作为，并期望我们的计算体验将继续改善，成本将降低，并继续传播 IT 的好处，并从解决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受益。我们创办公司是为了加速软件。我们的愿景是，如果我们增强通用计算，一些应用程序将从加速中受益。我们接受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卸载它，并使用我们称之为 CUDA 的模型加速它。这是我们发明的称为 CUDA 的编程模型，使我们能够极大地加速应用程序。这种加速优势与摩尔定律具有相同的性质。对于使用通用计算不可能或不切实际的应用程序，我们有加速计算的好处来实现这种能力。例如，计算机图形学、实时计算机图形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NVIDIA 的出现，并使这种我们称之为 GPU 的新处理器成为可能。GPU 实际上是第一个加速计算架构，运行 CUDA， 运行计算机图形。一个完美的例子。正如我们所知，我们使计算机图形学民主化了。3D 图形现在几乎无处不在。它可以用作几乎任何应用程序的媒介，但我们认为长期加速计算可能会更有影响力。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一直在加速一个又一个应用领域的发展。这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神奇的处理器可以加速一切，因为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称之为 CPU。您需要重新发明计算堆栈，从算法到底层架构，并将其连接到一个又一个域中的应用程序。计算机图形学是一个开始，但我们已经从一个又一个行业、一个又一个行业采用了这种架构 CUDA 架构。由于一些软件需要重写，人工智能的采用受到了一些放缓的影响。他介绍了软件 2.0 的概念。这个想法是，在人类编写算法和代码之前，一切都是一步一步写出来的。它是明确的指令，告诉计算机做什么和对比。软件 2.0 是基于机器学习的。人类将不再编写代码。听听旺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了。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让我们想想发生了什么。当然，首先发生的是我们如何做软件。我们的行业是由软件的制作方法、软件的制作方式支撑的，称之为软件 1.0。程序员会编写我们调用函数的算法，在计算机上运行。我们会将其应用于输入信息，以预测输出。有人会编写在计算机上运行的 Python、C、Fortran、Pascal 或 C 加代码算法。你将输入应用于它，输出就会非常经典的产生。我们非常了解的计算机模型，它当然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行业之一。就在印度，软件生产、编码、编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行业。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然而，开发软件的方法已经被打乱了。它现在不是编码，而是使用计算机进行机器学习，使用计算机研究大量观测数据的模式和关系，从本质上学习预测它的函数。
因此，我们本质上是在设计一个通用函数逼近器，使用机器来学习产生这样一个函数的预期输出。所以来回看，这是使用人类编码的软件 1.0 到现在使用机器学习的软件 2.0。注意谁在编写软件？软件现在是由计算机编写的。在你训练完模型后，你推断模型，然后您现在将该函数应用为输入该函数、大型语言模型、深度学习模型、计算机视觉模型、语音理解模型。现在是进入 GPU 的输入神经网络，它现在可以在给定新输入、未观察到的输入的情况下进行预测。这种做软件通知的方式，从根本上基于机器学习。我们已经从编码到机器学习，从开发软件到创建人工智能，从更喜欢在 CPU 上运行的软件，到现在在 GPU 上运行最好的神经网络。这是我们行业在过去10年中发生的事情的核心。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计算堆栈的彻底改造，整个技术堆栈已经被彻底改造。硬件、软件的开发方式和软件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旨在研究大规模的数据，以便我们可以发现模式和关系，并了解数据的意义。这是希腊的突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单词、数字、图像、像素和视频、化学物质、蛋白质、氨基酸、流体模式、粒子物理学的表示或意义。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如此多不同类型数据的含义。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用如此多不同的方式来表示信息。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它的意思，还可以把它翻译成另一种形式。当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将英语翻译成印地语，将英语大量文本翻译成其他英语，从像素到图像的摘要，从单词到像素的图像识别，从图像、视频到文字的图像生成，从单词到用于药物发现的蛋白质的字幕，从单词到化学物质，发现从氨基酸到蛋白质的新化合物，了解蛋白质的结构。这些基本思想本质上是信息从任何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通用翻译器，导致了世界上初创企业数量的寒武纪爆炸。他们正在应用我刚才描述的基本方法。如果我能做这做那，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能做到这个和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在过去的2到3年里，申请数量明显呈爆炸式增长。世界各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的数量数万、数十亿美元已被投资到该领域。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一工具使我们能够研究数据和巨大的规模。最后，我们开始谈论人工智能代理。詹森对这些超级员工的潜力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提到了他们。为了创造这些超级员工，詹森概述了代理生命周期训练人工智能，利用大量数据学习必要的技能，微调代理行为以适应特定的业务需求，然后评估绩效以确保满足预期。这包括建立护栏和安全协议，以确保道德和负责任的运营。这一过程将反映传统的员工培训和入职培训，但将发生在数字领域。这就是他提到英伟达必须提供的下一件大事。所以我要介绍几个其他的想法。所以早些时候我告诉过你，我们有布莱克威尔，我们有所有的库，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加速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开发2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其中一个叫做 NVIDIA AI Enterprise， 另一个叫做 NVIDIA Omniverse。我会很快解释每一个问题。第一，英伟达 AI 企业。
现在是大型语言模型和基础人工智能能力已经达到能力水平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创建所谓的代理。大型语言模型能够理解当然正在呈现的数据，它可以是流数据、视频数据、语言模型数据，它可能是各种数据。第一阶段是感知，第二个是根据它的观察，推理什么是使命，什么是它必须执行的任务。为了执行该任务，代理会将该任务分解为其他任务的步骤，它会推理它需要什么，并与其他人工智能模型连接。他们中的一些人擅长，例如理解 PDF， 也许是一个了解如何生成图像的模型，也许它是一个能够从专有数据库中检索信息、人工智能信息、人工智能语义数据的模型。因此，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中的每一个都连接到我们称之为代理的中央推理大型语言模型。因此，这些代理能够执行各种任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营销代理，一些人是客户服务代理，一些人是芯片设计代理。英伟达在我们公司各处都有芯片设计代理，帮助我们设计芯片。也许他们是软件工程代理，也许他们可以做营销活动、供应链管理。因此，我们将有代理来帮助我们的员工成为超级员工。这些代理或代理人工智能模型来增强我们所有的员工，增强他们的能力，使他们更有效率。现在，当你想到这些代理时，这实际上是你将这些代理带入你的公司的方式。这和你接纳新员工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你必须给他们培训课程，你必须微调他们，教他们如何使用，如何执行技能，理解你公司的词汇。你评估他们，所以他们是评估系统。如果你是会计代理人，你可能会保护他们，不要做营销；如果你是营销代理，不要在季度末报告收益等等。所以这些特工中的每一个都有护栏。我们将整个过程放入一个代理生命周期库套件中，我们称之为 NeMo。我们的合作伙伴正在与我们合作，将这些库集成到他们的平台中，以便他们能够在代理的生命周期中创建、加入、部署和改进代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NVIDIA NeMo。我们一方面有库，另一方面，它的输出是 API 推理微服务，我们叫 NeMo。本质上，这是一个构建人工智能的工厂。NeMo 是一套库，可以帮助你操作人工智能。当然，在我们扩展数字世界之后，下一件大事是全宇宙，对吗？这是物质世界。当谈到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时，詹森引入了物理人工智能的概念。因此，如果你考虑物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那就是弥合数字和物理之间的差距。英伟达有3种类型的计算机用于此类人工智能。我们有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 DGX 系统，作为模拟和创建数字孪生平台的 Omniverse， 以及用于将人工智能部署到现实世界的 Jetson AGX 平台。数字孪生是物理对象或环境的虚拟副本，使人工智能能够在物理实现之前，在虚拟环境中试验和优化流程。这种方法允许机器人在执行复杂任务、测试新的制造布局和模拟灾难场景方面进行训练。所有这些都在服从数字环境的动态物理中进行。这是真实的世界，用受伤的真实员工模拟真实世界的所有物理和所有复杂情况。特工之后会发生什么？记住，每个公司都有员工，但大多数公司的目标是建造一些东西，生产一些东西，制造一些东西。人们制造的东西可以是工厂，可以是仓库，可以是汽车、飞机、火车、轮船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计算机和服务器，英伟达制造的服务器可能是电话。最大行业中的大多数公司最终都会生产一些东西，
有时生产服务的生产，这是 IT 行业，但你的许多客户都在生产下一代人工智能理解物理世界所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物理 AI。为了创造物理人工智能，我们需要3台计算机，我们为此创造了3台计算机。例如 Blackwell 的 DGX 计算机是一个参考设计和架构，用于创建像 DGX 计算机这样的东西来训练模型。这种模式需要一个地方来完善，它需要一个学习的地方，它需要一个地方来应用它的物理能力，它的机器人能力。我们称之为 Omniverse， 一个遵守物理定律的虚拟世界。机器人可以在这里学习成为机器人，然后当你完成训练后，人工智能模型就可以在实际的机器人系统中运行。这个机器人系统可以是一辆汽车，可以是一个机器人，可以是一个自主移动的机器人，可以是一个拾取臂。它可能是整个工厂或整个仓库都是机器人的。我们称之为 AGX Jetson 的计算机 ，AGX-DX 用于训练，然后 Omniverse 用于数字孪生。现在呢，从数字孪生到物理世界的飞跃将通过 Jetson 平台实现。这是一个较小的嵌入式系统，旨在直接在机器人和自主机器中运行人工智能。这种集成产生了自动驾驶汽车，在工厂和仓库工作的机器人、处理精细任务以及与人类工人无缝协作等应用。再说一次，物理人工智能并不被视为人类的替代品，而是增强人类能力的一种手段，使我们更加高效和多产。机器人可以处理繁重的重复性任务，使人类能够专注于质量控制、解决问题以及需要独创性和灵活性的专业任务。